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呢一集我哋同大家睇一個大案啊！咁呢單案呢，喺當年叫做驚天大案啊，就係長勝號貨輪大劫案啊！咁呢單案呢，喺1998年嘅11月16號發生噶。香港惠博航運公司所屬嘅長勝號貨輪啊，連同船上邊23名嘅船員喺福建東山島，仲有廣東饒平交界處對開海面神秘失蹤喎。去到12月2號到22號喺汕尾城區、惠來等等嘅海面陸續發現有7具俾條繩綁住同埋裝有鐵塊嘅呢隻船嘅船員屍體，而當時廣東省嘅公安廳又列咗9901嘅專案長勝輪大劫案，亦都係中國歷史上最大嘅海上搶劫殺人案，而業界就叫長勝號做鬼船啊！咁到底點解呢？發生咩事係鬼船呢？個劫案嘅來龍去脈又係點樣呢？我哋一齊睇一睇啊！喺1998年嘅12月2號，廣東汕尾海域有一艘小漁船喺度打緊魚啦，咁由於近海過度撈捕啦，呢度嘅魚其實已經好少噶啦，冇諗到啊一網落去咧拉上嚟嘅嘢好重喎，咁當時阿船長好開心啦，以為網到大魚群啊，點知個網入邊冇魚噶，係得一具全裸嘅男屍啊！船長嚇到差啲跌埋落海啊，然後急忙就用電台報警，警方好快去到現場啦，而警察幾乎一眼可以認定啊呢單嘢唔係自殺而係兇殺，個原因亦都好簡單，呢一具全裸嘅男屍係俾人用幾條繩五花大綁噶，眼呢係俾布蒙住噶，而呢條屍即刻就送咗去法醫中心進行屍檢，好快就得出幾個結論啦。咁第一，屍體冇其他外傷，可以確定係浸水浸死嘅。第二啦，屍體嘅雙臂啊殘缺不全啊，就唔係俾外力傷害所致嘅，而係因為死者落水嘅時候仍然係在生啊。佢係搏命掙扎扭動雙臂試圖走甩，但係靠住人力係點樣掙脫呢個鐵鏈呢？咁最終浸死啦，因為雙臂劇烈扭動啊，同鐵鏈係反覆摩擦，就導致到皮肉受損嚴重。而屍體腐爛嘅時候，兩隻手係最先腐爛嘅，亦都係引嚟一啲魚去食佢隻手，所以就令到隻手殘缺嚴重。第三，屍體高度腐爛，面目唔可以辨認啦，判斷死亡時間應該係半個月左右。以上就係對呢條屍嘅結論啦。而且呢條屍係全裸噶，冇任何嘢係可以證明到佢嘅身份，好難去查，甚至乎連個樣呢都係開始腐爛，係確定唔到佢身份。而唯一可以確定嘅就係呢一個人係黃種人，20幾歲左右。警方判斷受害者可能就係一個死於兇殺案嘅中國人，有人喺岸上將佢整暈，然後掉落海入邊啦。咁後來就俾漁船發現啦，但係死者到底係邊度人，佢哋係唔知道，因為線索太少啊。而家件案呢變咗入咗死胡同啊，但係警方估唔到嘅係大量線索好快出現啊！10日內啊，汕尾海域又有漁船又撈到一條全裸嘅屍體，亦都係俾鐵鏈捆綁噶。警方即刻去到現場啊，死者嘅情況同之前基本係類似嘅，個區別就係頭部有明顯嘅鈍器打擊痕跡，落水之前死咗啦。咁經過屍檢啦，發現死者嘅手臂上邊有幾個漢字嘅紋身啊，而且係粵語嚟嘅，咁可以判斷得到死者應該係廣東人或者香港人啦。咁第二具屍體同第一具屍體有冇關聯呢？到底係死於唔同嘅兇殺案啦，定抑或同時俾人殺死？呢個時候公安都唔能夠確認啊！就喺警方懷疑期間呢，令到佢哋震驚嘅事情發生啦。喺第二具屍體發現嘅短1個月內啊，汕尾附近海域啊，陸續撈到8條屍出嚟啊！就係咁樣前後一共10條屍體幾乎完全一樣，
都係鐵鏈捆綁，大部分個頭都俾鈍器打擊，慘不忍睹啊！咁死者咁多又咁類似，加埋屍體上邊係有一啲明顯嘅水手刺青，咁好明顯啦，呢班人係同一隻船嘅水手嚟㗎。咁呢個時候汕尾嘅警方啊即刻聯想到一件事啦，就係長勝倫失蹤案啊！喺1998年嘅11月16號，香港惠博航運公司所屬嘅長勝號貨輪，連同船上邊嘅23個船員啦，喺福建東山島同廣東饒平交界處對開嘅海面神秘失蹤，所以叫佢鬼船。去到16號當日啊，香港惠博公司番組嘅公司職員就例行檢查旗下航行喺世界各地嘅船啦，就呼叫佢哋啦，確定佢哋方位啦。經過仔細核對啊，佢哋發現有一艘叫長勝嘅萬噸級散裝貨輪喺上海起航之後就冇喺規定嘅時間回應。去到第二日嘅17號啊，公司依然未能夠得到長勝輪嘅任何音訊啊。董事會就認為唔對路喎。正常嚟講，呢啲貨輪係每12個鐘都會同公司聯絡一次嘅，如果一次聯絡唔到，可能係通訊故障，但係中斷信號24個鐘，咁就一定係出咗事㗎啦。公司決定將呢個情況同香港嘅警方進行書面通報，而且特別標出長勝輪喺17號之後可能經過中國嘅海域，航向航速嘅速度計算啊，去實行海事搜救。通報發出10日之內，香港方面聯絡咗廣州海事搜救中心、北京海事搜救中心，仲有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同埋香港海事搜救中心啦。然後基本上廣州啊、馬來西亞、新加坡甚至希臘、馬來西亞防海盜中心，總之全部報得嘅單位佢報晒。呢一件事喺當時嘅航運界嚟講係十分之重視嘅。先後一共有200隻船參加咗對長勝號嘅搜尋，當中中國方面係特別重視嘅，有2個原因。第一啦，根據推斷啊，長勝輪係響中國福建同廣東之間嘅海域失蹤，雖然唔屬於中國領海，但係屬於中國專屬嘅經濟區。第二點啦，博惠公司雖然係長勝輪嘅船東啦，但係呢次出海嘅23個船員都係向廣州遠洋運輸公司聘請嘅，即係話23個人都係中國人啊。經過反覆調查，長勝輪失蹤嘅時候經過嘅海域天氣情況良好，冇可能因為海浪沉沒嘅，而且呢個海域係唔存在暗礁同其他大型船隻，即係話冇可能觸礁，亦都冇可能同其他船隻係有一個碰撞。經過警方喺海域嘅反覆調查，採用埋軍方嘅聲納儀器檢測，就冇發現到隻船隻有沉沒跡象喎。而且即使係長勝輪出咗海難，船員都應該係會向警方或者公司匯報㗎，冇可能係無聲無息咁失蹤㗎。更何況係有咁多嘅屍體出嚟，而警方嘅懷疑啦，係唔係船員出現問題，走咗去其他國家變賣晒啲貨物上岸呢？咁不過呢一個猜測唔成立啊！長勝輪係國際註冊嘅貨輪啊，貨源根本唔可能將呢艘船賣俾任何國家嘅合法商人啊！咁船上嘅貨又係啲乜嘢貨呢？能唔能夠賣咗佢走人呢？咁呢一艘萬噸級嘅大貨輪，其實上邊係得一啲唔值錢嘅水泥製造原料啊，即係所謂嘅煤渣，根本就賣都冇辦法賣。如果啲船員係想要叛逃嘅話，亦都唔可能係去到汕尾海域再做呢件事啦。咁即係話一個一個嘅疑點都被排除喎，咁剩低就係得一個可能性，就係佢哋遇到海盜啊。咁即係話咧，呢一個長勝輪嘅案件啊，係中國建國以嚟最嚴重嘅海盜案啊，而亦都係因為呢個案件啊，中共廣東省嘅副書記、省公安廳嘅廳長陳肇基係親自主持刑偵局去參與呢個緊急會議，就發布全省沿海各市嘅公安機關就要徹查呢單案件。但係就算做咗咁多嘢都好啦，呢個長勝輪當時咧好似人間蒸發咁噶，係完全冇痕跡冇蹤跡嘅。
呢個時候連續發現到咁多嘅屍體，警方即刻懷疑會唔會就係長勝輪嘅船員呢？而失蹤嘅船員家屬係有向警方介紹船員嘅一啲身體特徵啦，有啲人做過盲腸炎手術嘅，有啲人呢隻手臂曾經骨折，有啲人有紋身。經過法醫嘅仔細屍檢，好快確定得到呢啲屍體身份啦。果然啊，佢哋就係失蹤嘅船員啊。而呢一個萬噸貨輪俾海盜搶劫，23個船員遇害，絕對係驚天大案嚟噶。而廣東省嘅公安廳即時就組成咗專案小組去處理單案件啦。而當時呢，廣東省係全國改革開放嘅最前線啦，發生一單咁嘅事，對社會嘅影響非常之大噶。而且廣東當時三教九流乜嘢人都有，甚至有唔少嘅香港黑社會都喺埋入邊嘅。而呢班嘅黑社會呢，曾經係俾人懷疑呢單案係佢哋做，於是乎佢哋為咗洗脫自己嘅嫌疑呢，竟然就用自己嘅情報渠道去做打聽啊。咁呢班人嘅消息呢，比警方更加靈通，好快佢哋係收到線報，知道單案最有可能係乜嘢人做。黑道上邊原來流傳住啊，曾經有一伙人呢喺福建承包緝屍艇嘅，係汕尾人嚟噶，就冒充中國嘅邊防人員喺外海就劫咗一艘外輪，由於風高浪大，停靠外輪嘅時候，將自己嘅緝屍艇嘅船頭撞壞咗。咁所謂嘅承包緝屍艇係啲乜嘢呢？就係將緝屍承包俾私人啦，咁呢班人就以邊防緝屍警嘅身份去拉人，一旦捉到走私嘅漁民之後，罰款就歸佢哋啦。咁當然啦，佢哋係要定時定候去交呢一個承包費嘅。呢班人罰人錢嘅時候係着住大陸嘅軍裝噶，普通市民係好難分辨嘅，只能夠乖乖俾錢。而汕尾一帶嘅民間走私好多噶，大部分漁民係一邊打魚一邊做零星嘅走私，咁呢啲私人承包係有利可圖噶。而呢一個消息好重要啦，汕尾市嘅公安局局長即刻就向省廳做匯報。喺呢個線報入邊就提到一個叫黃銘達嘅汕尾人啦，呢個人就係嗰一隻緝屍艇嘅船東。收到呢個消息之後，廣東省嘅公安廳即刻行動啦。去到12月30號啊，就有一個專案小組由汕尾市出發去揾呢一個緝屍艇。揾到呢個艇嘅時候，佢個船頭真係俾人撞歪咗啊！專案組入邊亦都有一個刑偵技術人員，佢提取咗碰撞嘅時候黐咗喺船身上邊嘅油漆樣品啦，而呢個樣品就送到去廣東省公安廳鑑定中心啦，即時就攞咗去同長勝輪上次維修時候所留低嘅油漆做對比，幾個鐘即刻有結果，兩種油漆係完全一致嘅。咁睇嚟緝屍艇就係做呢單案件嘅船隻嚟啊！專案組好開心啦，即刻就出發去拉呢個船東黃達銘。而根據線報，黃達銘就喺福建福州經商，而佢既然能夠承包緝屍艇，咁肯定喺警方度有啲朋友啦。本來呢個行動咧係高度保密㗎，但係黃達銘竟然唔知道喺邊度收到風聲。喺30號當晚啊，佢係由福州走咗佬翻去老家汕尾，然後準備夾錢走人啊。咁不過警方嘅速度咁快啦，31號有幾個小分隊就突襲黃達銘幾個屋企，佢發覺唔對路，於是乎急急忙忙揾一個地方匿埋。咁呢個時候汕尾各個交通要道都已經俾警方封鎖咗㗎啦，黃達銘係無處可逃啊，只能夠匿喺度，喐都唔喐。喺2號，警方就發現咗黃達銘匿埋嘅地方，就將呢間屋仔包圍啦。凌晨2點，黃達銘就瞓着咗，警方先至破門而入，然後就將佢控制住，戴埋手銬。咁佢都係一個聰明人嚟噶，俾人拉咗之後佢冇反抗，而係即刻交代咗案情。佢又講到有一個叫索尼嘅印尼人，仲有一個叫翁士亮嘅汕尾人，就聯合一班東北嘅打手，借咗佢嘅緝屍艇。呢班人喺1998年11月中喺公海啊打劫咗一艘外輪啦，但係佢本人就冇出海。咁而黃達銘亦都交代啊，話呢班人呢喺深圳啊。咁經過反覆審訊，黃達銘又交代咗一條好重要嘅線索啦，就係喺深圳某個歌舞廳睇場嘅黑社會頭子。
賈宏偉係呢班海盜嘅頭目之一，呢條友有槍有刀，仲有好多靚，唔易對付噶。而黃達銘亦都係供出咗賈宏偉嘅手機號同幾個暫住嘅地方，去到1月4號專案組根據手機定位就鎖定咗賈宏偉喺深圳嘅住所。咁但係啦，喺黑道混咁多年嘅賈宏偉都唔係咁易捉噶，佢好快又發現樓下警方嘅麵包車形跡可疑啊，就派人落去睇啦。警方知道賈宏偉有槍噶，就驚佢狗急跳牆喺鬧市區開槍威脅普通市民，就唯有將麵包車開走。雖然佢唔可以肯定警方監視佢，但係令到佢非常之驚，就命令幾條僆成晚喺樓下就睇水。而警方就認為賈宏偉已經走唔甩啦，所以當晚呢就冇去拉佢。而當時負責拉佢嘅人呢就回憶啦，有一個女仔就攞住張棉被去到賈宏偉間屋，當晚佢出嚟之後即刻俾我哋拉咗啦。公安表明身份之後就開始詢問對方啦。啱啱開始嘅時候，呢個女仔又裝聾扮啞，一問三不知。佢哋就話賈宏偉係重大罪犯，個女仔而家就犯咗包庇罪啦，可以判刑幾年啊。如果想我哋減輕罪行嘅話，就必須坦白從寬。咁過咗一陣啊，個女仔就話自己係賈宏偉嘅女朋友啦，就係送棉被俾佢。裏邊間屋呢係3房2廳，賈宏偉身度有槍，而且佢係準備夾錢走人嘅，但係佢嘅銀行卡啱啱就俾櫃員機食咗啦，所以攞唔到錢啊，佢好心急啊。比較遺憾嘅就係個女仔對屋入邊嘅人員狀況唔太了解，而通過對呢個女仔嘅描述呢，就隱約了解到賈宏偉嘅基本情況啦。原來佢係武警退役，身材好大隻嘅，槍法好，喺黑道好多年，傷人無數，個名好惡好臭嘅。咁而家賈宏偉就已經懷疑自己嘅身份暴露，就有走佬嘅打算啦。而為咗盡快揾到資金，佢一定就會去銀行攞卡嘅。咁去到第2日啦，警方就終於揾到食咗賈宏偉銀行卡嘅櫃員機啦。咁原來呢張卡嘅登記人係賈宏偉啊。咁後來警方亦都係做咗好多嘅部署，就準備要拉佢呢個人啦。咁而賈宏偉亦都係好警惕噶，佢行入銀行之前呢，係1步3回頭咁樣揾下睇下身邊到底有冇人跟住佢。而警方呢，係用咗好多嘅功夫先至確定到要拉嗰一個人就係賈宏偉。咁結果呢，一確定到係佢，成班公安就一擁而上啊。而賈宏偉身材好大隻噶，係推開咗2個公安轉身就走啊。咁後來亦都係要5個人啊先可以捉到佢啊。呢一個賈宏偉一邊掙扎一邊喺度威脅佢哋，就話啦：你哋夠膽捉我出嚟之後咧就逐個殺晒你哋。咁但係帶到佢返公安派出所嗰度做審訊啦，賈宏偉啊乜都唔講啊。咁由於捉到賈宏偉之後呢，成班公安就想殺去賈宏偉喺翠竹苑嘅屋企嗰度，可能啦就捉到人，成班都好興奮啊！呢班公安呢係個個都要求自己可以第一時間衝入去呢個竇嗰度噶，但係由於仲未摸清到底有幾多疑犯，有幾多槍都唔清楚，所以就安排咗佢哋喺附近等到確認到基本狀況之後先會上去。而賈宏偉嘅屋企開咗門啦，有個男人一走出嚟就俾成班公安控制住啊！佢有交代啦，話自己叫張國強啦，屋入邊冇人啊。警方都係唔太相信嘅，咁指揮部就下達指令，就叫佢哋搗破呢一個窩點，仲送咗一批防彈衣過嚟。門打開咗之後，啲公安就攞住衝鋒槍衝咗入去啦。咁果然係冇人啊。而張國強嘅床頭係放住一支雷明登步槍，有2發子彈上咗膛噶啦，旁邊係擺住20飛嘅子彈。而且喺枕頭底呢，仲有2支仿64手槍，子彈8飛，同時係起到部分船員被劫走嘅物品。而且屋入邊仲有呢班匪徒作案慶功嘅現場相啊，個場面好瘋狂噶，有啲劫匪攞住大斬刀，好瘋狂咁樣擺一啲勝利嘅姿勢啊。咁聽聞當時賈宏偉俾人拉咗之後，係送到深圳市公安局嘅第1看守所，而喺監倉入邊嘅在押人員已經知道賈宏偉係殺人如麻，而監倉嘅門打開咗之後呢，
賈宏偉係大搖大擺咁入去，全部人呢都唔敢出聲啊。而呢個監倉頭呢，都同樣係唔敢講嘢。而賈宏偉呢個時候就笑笑口咁講啦：你哋唔歡迎我㗎。咁跟住賈宏偉呢，就喺監倉度揀咗個位置最好嘅床，就瞓咗上去啦。咁根據賈宏偉自己所講嘅資訊啦，佢話佢本來就已經準備好走佬去香港㗎啦，攞到錢之後話即刻走。但係點知警方又進行突襲啊！而賈宏偉都知道自己今次犯嘅事好嚴重啊，而為咗保住條命，好快就攻咗印尼嘅主犯索尼嘅藏身地啦。賈宏偉就話：索尼呢係印尼好出名嘅海盜啊，好惡好癲嘅，平時槍不離身嘅。專案組認為索尼好快會發現佢同伴俾人拉咗走咗啦，所以即刻係要諗辦法拉人啊！喺當日夜晚，警方就去到索尼所住嘅深圳某個公寓，由於索尼有槍支啊，硬拼呢可能會瀨嘢㗎，警方都係自取。首先佢哋又斷咗16層嘅電，叫啲鄰居喺門口大聲嗌，就話斷電跳大掣啦。而索尼嘅情婦着住睡衣出門睇咩事啦，俾呢班嘅刑警拖咗埋一邊啦。3個刑警揸住7.9式嘅衝鋒槍喺一個打開咗嘅大門度衝咗入去，而當時索尼就睇緊電視嘅，聽到門口有好多腳步聲，即刻就明白發生咩事啦。即時就入房喺枕頭底度攞咗一把5.4式嘅手槍，但係公安嘅動作更加快，未等佢轉身就已經攞衝鋒槍指住個頭啦。而呢個海盜頭嚇到成身震晒啦，就掉低個手槍束手就擒啦。咁後來公安執起呢一把5.4式嘅手槍，發現已經係上咗膛啦，係隨時可以發射開得槍噶。咁呢單案入邊，4個主犯入邊嘅3個人都俾人拉咗啦。而根據佢哋描述，最後嘅一個主犯翁士良同另外17個從犯都拉埋。咁呢一單咁驚天嘅海盜搶劫殺人案終於又破咗啦。捉晒呢班海盜之後呢，佢哋又交代咗成個案件嘅過程啦。咁喺70年代啊，印尼嘅獨裁政府就失去對全國嘅控制啦。而印尼就係所謂嘅千島之國，有啲地方嘅叛軍同歹徒聯手，以海盜為生啊。當時候東南亞最亂嘅海域就係印尼啊，好多船路過都只能夠俾人搶劫。去到90年代，當地嘅獨裁政府垮台啦，新政府係加大掃蕩海盜嘅行動啊。咁有一啲嘅印尼海盜生存困難，就去咗其他地方嗰度發展業務啦。而呢單案嘅主犯索尼啊，就係呢一個海盜頭子啊。原來索尼原本係一個輪船嘅大副，係精通8種語言，航海技術好一流噶。佢本來咧係可以透過呢一種工作去賺錢嘅，但係因為爛賭啊，負債累累兼無力還錢啊，於是乎就鋌而走險去做海盜，做呢一個殺人越貨嘅行為啊。去到1998年8月啊，索尼就揾到汕尾人施偉亮、賈宏偉、黃達銘要求一齊犯案。咁啊9月開始咧，佢哋做咗第一單案件啦。呢一班人呢，就扮成邊防緝私人員啊，然後順利上咗一艘新加坡嘅貨輪，將21個船員全部制服。呢隻船上邊係載住5000噸嘅食用橄欖油，咁樣係比較值錢嘅。得手之後呢，索尼就指揮16個印尼海盜將艘船駛去公海，然後入到印尼境內卸貨銷贓。咁但係呢一艘新加坡貨輪嘅船上邊嘅人呢，都好醒啊，提前係有向中國同新加坡政府求援嘅。咁呢個貨輪俾海盜挾持之後，新加坡政府係即刻聯絡印尼政府，出動海軍係反覆去搜索呢一個貨輪。咁呢個時候索尼佢哋唔敢隨便殺晒啲船員嘅，唯有呢急急忙忙將隻船駛翻去公海，將啲船員全部釋放。咁呢一艘船埋價值280萬美金嘅貨物，大部分都能夠保存到啦。而呢次行動失敗，索尼又叫賈宏偉喺越南買咗大批嘅槍同手雷，
然後又揾咗10幾個東北黑社會做打手，形成一個武裝力量啦。但係當時佢哋都唔敢隨便殺人嘅，都只係搶下船上邊嘅貨。但係佢哋嘅運氣唔太好啦，跟住2個月內4次搶劫嘅貨船都係運送水果糧食，搶唔到幾多錢啊！經過咁樣5次小打小鬧之後呢，索尼決定下一次要殺晒啲水手啊，直接搶船賣咗佢啊！咁樣唔理船上面嘅貨值唔值錢都好啦，咁一隻船至少都會值到幾百萬人民幣啩。佢咁樣講，冇乜常識黑社會大佬賈宏偉就點頭認同啦。但係黃達銘同翁仕亮就比較蠱惑嘅，佢哋覺得咁樣做呢，動作太大啦，失手好麻煩啊，孭人命上身。2個人就唔願意出海搶嘢啦，淨係願意提供隻船俾佢哋啊。去到1998年11月13號啦，長勝輪喺上海寶崗碼頭起航啊，係載住以水泥為原料嘅10000噸煤渣開去馬來西亞，而長勝輪嘅船主係香港人，船隻喺巴拿馬註冊，水手同船長都係中國人。巴拿馬對船隻嘅註冊、稅收、出入境等等係會提供相當大嘅優惠嘅，所以好多船都會選擇喺巴拿馬註冊。就喺長勝輪離開寶崗碼頭嘅前一日，賈宏偉接到個電話，佢即刻同索尼翻去汕尾啦。打電話嚟嘅就係汕尾人翁仕亮啊，喺個電話入邊就吩咐賈宏偉準備出海搶劫啦。而根據索尼落網之後嘅交代啊，實際上呢一次行動，翁仕亮同佢係傾咗好多次，就定落咗劫貨又劫船嘅方案。而船員方面呢，翁仕亮就聽咗索尼嘅主意，就殺人拋屍入海。翁仕亮提出咗2個原則：第一，唔能夠喐中國嘅船，因為立足中國一定出事，好難走得甩。第二啦，搶船同拋屍一定要喺公海做，咁樣理論上呢，係得船隻嘅註冊國先有權利捉人，同中國政府無關。如果照事後咁睇，索尼同賈宏偉按照翁仕亮嘅辦法去做嘅話，係會令到9901專案嘅偵破工作帶嚟好大嘅麻煩喎。但係冇諗到啊，風浪實在太大啦，緝屍艇撞咗呢艘巨輪啊，前端呢已經碎咗，開始入水啊！啲海盜好驚啊，即刻上咗嗰艘貨輪啊！咁一陣間就上咗20人啊，全部係着住邊防部隊嘅服裝啊！佢哋一上船啊，即刻揸住槍，將所有嘅船員趕去前甲板扣埋手扣。咁呢個時候啊，船長黃金燕啊，先知道原來遇到海盜啊！佢44歲，喺海上邊航行咗20幾年啊，曾經喺東南亞遇到海盜。根據以往嘅經歷呢，呢班海盜一般淨係要錢，唔會攞你命。只要船員合作嘅話，就唔會有人身傷亡啦。而黃金燕就要求水手唔好抵抗，交出貨物清單。索尼睇完清單之後啊，心都寒埋啊！呢啲乜鬼嘢貨嚟㗎？全部都係垃圾嘅煤渣嚟嘅。呢個時候，兇惡嘅索尼已經決定唔要貨啦，直接殺死水手買船啦！喺索尼嘅脅迫之下，船隻冇得靠岸，停留咗喺汕尾外嘅公海，等待接應嘅印尼海盜趕到嚟啦。咁呢個時候，黃達銘同翁仕亮就承包所謂嘅緝屍艇，都係覺得嚟錢太慢，表示願意合作。喺索尼嘅指示之下，又揾到黑社會睇場嘅賈宏偉帶住6條僆入伙，負責喺中國嘅海域搶劫啊！咁索尼又組織咗另外16個印尼海盜負責接應，同將船開去其他國家銷贓。於是乎班船員呢，就係咁樣喺船度等咗8日啊！朝早佢俾人攞槍對住去做自己嘅工作，去到夜晚，除咗船長同火頭廚師之外，所有人都只能夠戴住手扣瞓覺。去到第9日啦，10幾個印尼海盜嘅船已經開到附近海域啦。咁呢個時候，索尼亦都同其中一個收贓嘅印尼海盜傾好價錢，將長勝輪賣咗300幾萬人民幣啊！11月24號食完船上邊廚師所做嘅晚餐之後，索尼就叫海盜開會啦，就要求將啲船員全
部殺晒，成班海盜都驚啊，嘈到嘈喧巴閉咁啊！咁佢哋呢，有啲只不過係睇場嘅古惑仔嚟嘅咋，冇殺人嘅勇氣啊！但係索尼就恐嚇佢哋啦，就話你做海盜仲偽裝成為警察、軍警，本身已經死罪啊！而家唯有殺人滅口先可以保證到安全啊！如果唔係，你一樣要死啊！就係咁樣嘈咗幾個鐘，願意殺人奪船嘅係大多數人。索尼下令就將啲水手一個一個氹到去甲板，打死之後再掟入海嗰度。決定好之後，幾個海盜就揸住槍去到底層嘅娛樂室，啲船員啊，就話隻船已經靠岸啦，準備逐個放人啦。但你要蒙住對眼，唔能夠俾你哋知道上邊係乜嘢地方。咁佢首先呢，就揾阿船長黃金燕落手先啦，就攞塊黑布蒙住佢對眼，然之後帶上後甲板，一出船艙啊，憑住多年航海經驗，船長就感覺呢度唔係岸邊，似乎仍然航行緊。佢知道情況不妙啦，就揈開海盜嘅挾持，就係咁跑，試圖跳入海入邊走啦。咁點知原來佢前後左右都有海盜，無處可逃啊！好快就暗實咗佢，然後索尼係親自動手，一棍毆落佢後腦嗰度，連續幾棍毆死咗佢啦。之後海盜亦都攞出鐵鏈，就綁住喺船長身上邊，就一嘢掉佢落海啦。就係咁樣嘅方法，一個接一個，一直由夜晚11點就做到第二日朝早10點。到最後啊，賈宏偉佢哋成班人係殺人殺到手軟啊，直接將啲船員綁住，監生掉落大海度浸死佢啊。於是乎，長勝輪23個船員無一幸免啊！去到第二日啦，10幾個境外潛入中國嘅印尼水手就喺海盜手上邊揸走呢隻長勝輪，然後就開去印尼啦。咁由於印尼政局動盪啊，到而家為止長勝輪都揾唔到去咗邊啊，所以先叫佢做一個幽靈船啦。而事後索尼就話長勝輪淨係賣咗100萬啊，將79萬呢就交過俾賈宏偉成班人啦，自己就獨吞咗250萬啦。咁幾個月之後呢，呢單案終於就審啦。印尼籍嘅索尼、汕尾市嘅翁士亮38個被告一審公開宣判，以故意殺人罪同搶劫罪判處翁士亮、索尼等等12個人死刑啊！咁後來呢單案就係咁樣破咗啦，但係國際刑警嗰度呢，又傳嚟另一個消息，就係日本角川本武株式會社嘅天佑號貨輪喺印尼開去韓國嘅途中，就喺1998年嘅10月2號失蹤。根據調查，收贓嘅亦都係購買長勝輪呢一班嘅印尼人，而背後主使嘅人可能係新加坡某個大財團啦。聽聞呢，佢哋又將長勝輪同天佑輪重新油漆，高價賣到去非洲呢啲戰時嘅國家做軍事運輸輪啦。就係咁樣，呢一隻唔見咗嘅長勝輪應該係永遠都冇辦法揾得翻噶啦。咁成單案件嚟到呢度，終於就完結咗啦。咁呢單案件當時喺大陸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案嚟嘅，而且個案情都比較曲折離奇啊。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講，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